刚才提到这个转到是某个现场，今天是我们喺单年呢，来关注嘅是前3时间将来庆祝75年嘅北约组建，韩国呢呀未来基本完全嘅转型咯。另外有倡导嘅係烏風抗疫，國防安全研究院嘅曾福成教授為大家來做解釋。先生你好，先生好，觀眾朋友大家好。先生，今日來講呢個北約75年吼，當然先請先生帶人來回顧一下北約組織，介下怎麼會有按呢個組織來成立呢？那北約成立喺1949年4月4號，喺華盛頓啊，而家有11個國家簽咗咗北大西洋條約啊，所以成立咗北約嘅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啊。圍繞安全問題，圍繞安全嘅問題，也有一個挺重要嘅背景啊。所以1945年啊，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啊，美國同蘇聯啊係兩個主要嘅戰勝國啊。大戰結束之後呢，美國同蘇聯就開始競爭在歐洲嘅一個勢力範圍同影響力啊。在1946年呢啊，也有美國駐莫斯科嘅大使有一個挺重要嘅人士，啊，George Kennan 啊，佢就發一個8000字嘅一個 long telegraph。轉美國國務院啊，佢啊重點係乜嘅呢？佢重點美國咧高度提防斯大林啊，還有蘇聯啦，佢有也全面來佔領歐洲嘅一個野心。你講赤化歐洲啊，赤化歐洲啊，所以佢有也準備啊，佢因為講美國要好好準備，所以加下美國嘅總統杜魯門啊，佢就要做兩隻決定。第一隻決定就1947年開始呢，推動嘅馬歇爾計劃。就經濟來援助歐洲啊，讓歐洲戰後重新建立啊經濟，有好嘅經濟呢，就蘇聯嘅赤化共產黨赤化歐洲嘅計劃啊，就很難推動啦啊。所以第一隻計劃呢，需要成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啊，以軍事聯防嘅一個組織來對抗那蘇聯對歐洲嘅軍事嘅壓力同侵略啊。所以呢，1949年就成立北約啊，但成立北約加下有12個國家啊，你看到2024年有32個國家，所以也代表講75年以前呢加下嘅國際環境，同75年以後嘅厲害國際環境有全部有共樣嘅地方啊，有聽到共樣嘅地方啊，所以大家就要注意新嘅變化。其實當然有人講到呢個北約組織，看到。美國官方其實沒承認，佢希望透過軍事嘅力量，其實最主要目的係要扶持歐洲嘅經濟恢復同發展嘛。也按雙管齊下啊，所以馬歇爾計劃來恢復歐洲嘅經濟啊，同時呢，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就提供一個集體防衛啊。那集體防衛呢，佢有一個挺重要第5條。第5條就表示講，任何一個北約嘅國家受到侵略嘅話，就代表其他嘅國家受到侵略，團結起來共下來對付也係侵略者。另一個問題就係講，你個第5條係叫挺重要嘅核心，唔過其他咧冷戰時期咁有啟用過。冷戰時期冇啟用過啊，因為呢北約呢佢還有其他機制，第一隻呢危機處理啊，第二隻係集體防衛。第3隻係安全合作啊，所以3隻架構共下來做，因為呢喺冷戰時期蘇聯有核子武器嘛，美國英國法國沒有核子武器啊。如果講北約同蘇聯之間爆發軍事衝突嘅話，那軍事衝突就會造成核子武器嘅戰爭，所以核子武器戰爭咧，所有國家全部會避免咧。但是呢，核子武器雙方全部有，北約有核子武器喺1955年咧5月蘇聯佢咪喺波蘭嘅華沙成立咗華沙公約組織，也前加下有8隻國家所以8隻國家對抗12隻國家，兩隻組織就變成一隻競爭嘅一隻軍事競爭嘅一隻組織雙方軍事競爭，但是呢沒有撕破臉所以冷戰 Cold War。不過每下蘇聯係解體咧，華沙組織未崩解咧冷戰嘅結束。對北約來講，佢功能咩是唔兼配咧？佢就稱為咩因為呢1991年7月華沙公約組織就解散嘛。1991年的12月，蘇聯自己就瓦解蘇聯瓦解以後成立15隻獨立的國家。那俄羅斯佢就代表蘇聯的國際嘅繁榮的地位所以也新的格局出現，也代表嘅冷戰時期美國為首嘅一個北約組織
请成功了对抗苏联做头的一只华沙工业组织啊，所以两只阵营啊对抗以后呢代表讲美国也就阵营赢咧，也自由民主的制度啊就赢也专制极权的制度。不过北约组织看起来也功能没唔兼配的呀。所以變咗喺1991年以後啊，佢嘅功能佢開始下降，下降嘅結果係乜嘅呢？大家全部就係笑no action talk only，NATO no action talk only 但是呢，美元全部要開飛，美元開飛呢就太拜拜嘛大家嚟就空下嚟聊天，但是呢又出現一個新的一個問題。美國鴉片呢，佢開始由其老布希總統開始到小布希總統還有之間有克林頓總統，也記在美國的總統感覺講，如果講下擺呢，蘇聯又開始俄羅斯又開始越來越強大化，幾隻歐洲開始呢因為有新的挑戰也係新的挑戰，所以呢開始嚟推動也北約東擴，同時呢也多數投擺喺華沙工業組織也啲國家全部願意嚟參加由美國為首嘅一個北約嘅組織，同時參加西方世界自由民主嘅陣營，同埋市場經濟嘅一個發動所以呢，北約東擴從1999年開始有3隻波蘭、捷克，還有這個匈牙利3隻國家就加入北約同時呢到2004年因為你沒注意到呢波羅的海三小國，還有這個斯洛伐克也啲國家，包括全部加進來，也就加進來以後呢，北約從11個國家一下變成26個國家。蘇聯加俄羅斯佢開始有擔心嘛，開始擔心呢，那俄羅斯加下呢慢慢普丁就上台了嘛，上台以後呢，佢開始嚟徵詢蘇聯徵詢俄羅斯，佢講過一句話嘛，本來20年。我懷疑就圍台俄羅斯所以佢就做也準備有計劃但是西方世界，尤其係克林頓總統佢還有也小布希總統，佢就有意思愛同蘇聯同俄羅斯來一來參加歐盟、參加北約就對同化起來。但是呢，這個俄羅斯嘅也係民族佢要親特別咯，佢要親強嘅一個自尊心嘛，佢講我係頭擺係本打敗你下本南洋也係真樣，冇面子要投降嘛，所以佢一邊希望對來往增加佢同中國主權嘅一個力量，同時呢，佢慢慢自家強大以後呢，讓西方世界感覺講，從也係俄羅斯培養起來以後。未來會變成西方世界替代聽人因為佢有核子武器同時有侵害資源但是呢，也在過程裏邊呢西方世界還係邀請蘇聯、俄羅斯參加也係 G8 嘛，就有8大工業國家要參加，一直到幾時呢？到2014年，克里米亞爆發，冇錯到2014年這個普丁佢就併吞克里米亞半島嘛，結果那個2014年了後，到那個2012年，俄烏戰爭爆發，咁咪對那個北約組織來講，又係帶來新嘅壓力，韓國佢咪個程度亦都佢新嘅使命咯。係冇唔錯因為呢，喺冷戰結束以後幾隻歐洲就享受也戰後嘅和平紅利嘛，和平紅利提出嘅多數嘅歐洲國家國防經費全部大幅度減少。所以呢，因為美國北約係美國支持成立的嘛，所以美國出70%的經費嘛，其他國家呢國防經費都減少，享受也和平紅利。但是呢，2014年克里米亞戰爭以後呢，也歐洲青島嘅國家開始有緊急咧。因為講俄羅斯佢對也歐洲嘅野心嘛，韓望越來越強。同時呢，未來嘅威脅會越來越大，所以英國、法國、德國也啲國家開始有緊急。但是多數人長期以來呢，享受也和平紅利而增加國防預算也就議員選議員仲選唔到冇辦法進入國會所以呢，歐洲就面臨也新嘅問題。同時呢，北約呢，因為佢功能冇辦法重新提升，所以呢，法國嘅總統馬克龍因為佢要強調戰略自主所以佢要批評北約係腦死北約唔會算呢，歐洲呢重新成立一個歐洲嘅戰略自主嘅歐洲嘅同盟嘅軍隊嚟對抗
俄羅斯可能來侵略，所以呢變成法國同這北約啊競爭的一個態勢啊，所以也發展呢一到2022年也就俄烏戰爭的前夕啊。俄烏戰爭呢前夕呢你注意到呢，美國其實呢佢得到嘅情報啊，挺準的呀，所以呢高層地位呢佢就同一方面經過北約。開始咧強化軍備，因為呢，俄羅斯有可能會侵略烏克蘭啊。同時呢，烏克蘭呢佢們想要加入北約，但是呢，如果佢加入北約嘅話，北約卻出擊同俄羅斯作戰啊，也係北約咩無願意啊，所以也係輕微沒有一個環境。所以講點到本北約尋到一個機會，能夠滿血復活啦，開始發展軍備。不過你下人們關注那one件事情，除了俄烏戰爭對北約帶來嘅影響同改變，你下北約。今年嘅峰會，6年峰會啊，其實做下頭關注嘅議題是相關議題。因為未來北約咪會控太多能夠跨地緣的那個安全的力量。也真有可能。其實呢，你咪注意到，從2002年在西班牙嘅北約峰會開始，就同而家通過一個呢北約 strategic concept 戰略概念，裏邊呢去同中國定義為systemic rival 就系統性的對手啊，所以中國在北約嘅定義是系統性的對手啊，所以也清楚。同時呢，在2021年呢西班牙嘅北約峰會，2023年立陶宛嘅北約峰會，到2024年華盛頓嘅北約峰會啊，挺特別一點，全部要邀請4個印度太平洋嘅國家。包括日本 IP4 嘛，日本、南韓、澳洲同紐西蘭。本來呢，北約係想要邀請印度來參加，但是呢，印度嘅外交部長喺2年前就公開表示講，印度唔會參加北約，因為印度嘅長期主張嘅係等距外交，所以佢唔會去得罪蘇聯、俄羅斯，同佢們唔願意得罪中國。所以呢，原來就係 IP4係印度嘅但是印度佢冇願意參加，就不加上紐西蘭所以呢，也300個北約峰會，也4個國家全部要參加所以呢，也就新的術語就出來印太北約或者是印太北約新的概念就出來了。其實呢，聽一集挺重要一點講，因為你新型的軍事科技強調要發展。太空衛星、網通嘅一個歐洲印太一盤棋嘅全面性作戰嘅一個圖像會出來也係其實呢，係川普總統2019年成立太空軍其實也意思全球變成一個作戰棋。美國嘅聯合作戰嘅軍隊加上嘅太空衛星、網通嘅一個新嘅能量所以美國嚟主控。做的同時，在歐洲印太地區來形成一個同一個作戰棋。所以呢，也就概念2019年就開始出現了。你看2024年呢，拜登總統佢做總統，佢同時咪推動嘅歐洲印太一盤棋嘅大架構。也大架構咧，其實唔係拜登總統發明嘅，係在川普總統時期，美國的一個國務院國防部總情局也所謂的這個軍事安全的國家安全的團隊就開始發展。要這發展呢，當然就會形成北約係一部分，印度太平洋地區 Indo-Pacific 係一部分，會加起來。所以你一個指標嘛，AUKUS 就一個挺重要一個潛力所以亞洲發展呢，值得大家繼續來觀察。好，羅先生，你再來分析。